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在这个金砖国家说要扩编成员国，可是印尼却在里头是落选了。我们先看到呢，在南非总统所安排的整个中国鼓表演，结果发生了有一点尴尬的场面哦，因为说这群表演的人他们是从台湾来的，一起来看。啊，你们这个是中国鼓吗？对 Chinese kind of drum. 跟谁学的呢？是主席您好，我们是佛光山南华寺在台湾的，专门促成中华文化在各国的传播。所以我们的鼓是专门在中国和台湾请的教练。台湾请来的。对。哇。好，可以看到刚刚看起来真的有一点场面尴尬哦，说不是习近平突然就也不知道要接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因为其实呢，大家很好奇的是说，下一个金砖国家会是谁呢？那现在克林宫、姆林宫就点名说这两个国家哦，因为他们希望可以优先考虑把哈萨克以及白俄罗斯都纳入金砖国家。可是呢，整个在金砖国家看起来还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是比较高的，因为从这一次扩员的名单当中呢，看到包含了阿根廷，他当然是怕说右翼政权交替，所以现在呢赶快的要来弥补关系。而伊朗呢是跟沙国不和睦，而伊索比亚就被号称是非洲的小中国嘛，所以看起来都跟中国大陆可能有点关系，也可能就是中国大陆来指定要的。但是现在印尼说是加入金砖失败之后印度的防长他们有动作他们到了美国说是要买 F-15的战机，还声称中方在南海的主张是不合法的。彭博社呢就讲说，印度和印尼都是属于亚洲人口大国，而印度反对印尼的加入，最后的是中国大陆顾全大局，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而加入金砖失败的印尼，似乎也把这样的怨气就撒在了中国大陆头上了。印尼防长在访美的时候呢，见到美国防长奥斯汀，声明还刻意提到南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呢批这个他们在南海的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而南海在补给上呢，也说是遭到中国大陆的妨碍所以菲律宾他们呢现在说，中途要加入了日美澳的联合军演了。而美国现在如果要破这个金砖可以从谁下手呢？被点名的是不是就从印度呢？我们看到在习末会上中印双方就是允诺说，当然会降低边境的冲突，而中国官方也首度的来公开所谓习末会的消息，双方说要同意让这个加紧努力、加紧脚步，降低双方的风险。可是在此同时呢，中方却要求一艘舰艇在靠近印度的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停靠，这个也引发了印度的疑虑。而我们看到莫迪似乎也在暗批中国，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来看好自己的财政，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力量会去催化这个财务的危机，这当中呢来谋取不当的利益，而这些国家在其他国家无助的时刻，就让他们拖进了债务的陷阱。虽然没有点名是谁，可是外界认为他就是在抨击中国。另外同样也是印度这讲得更直接了。我们看到呢，印度的商务部长就直言说，加入 RCEP 只会进一步的增加贸易逆差，而印度的心是跟美国在一起的。我们就看到在 G20 的峰会前夕，当然现在莫迪呢就要希望说可以引导金砖国家要走向比较中立的态度在这个新冷战中呢，印度也成功维持了这个金砖内部两个竞争集团的平衡。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或许真的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消息而莫迪呢也说，他宣称得到拜登的支持，在2023的 G20 峰会上呢，争取非盟加入，那么从中国手上要抢占这个功劳。好，印度所主办的这一场 G20 峰会这太多人来参加，所以也导致说呢，这个停机坪现在可能很担心因为9月9号、10号就要来了，可是德里机场呢，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这样子突然来这么多的商业航班，而印度政府则是指示航空公司同期他们要削减1/4的航班，就是要来面对这一场峰会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呢？这个金砖扩员到11个国家，可是这其中印尼却落选了，那他们是不是当然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报复的动作？
印尼落选，我想主要是因为他这个5个国家最后谈判的结果啦。不过也有一说，就是印尼还没有提出正式的申请，对，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哦。这个我觉得还待进一步的查证。不过这一次，6个国家被接受啊，事实上很多外界的媒体都认为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极大的胜利啊。因为金砖这个组织基本上哈，它是谈的是怎么讲？第一个谈的是这个来改革国际的财经结构、财经组织的结构。那另外一个话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美元霸权来进行一个因应的措施。那这里面事实上这些最有实力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当然是中国大陆了。那所以就很多人讲，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也负了很多国家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怎么样一种期望。那也真的是针对中国大陆来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的，所以国际组织有2个很大的这个重要的怎么讲呢？实力的来源。第一个，它的成员的分量，还有成员的数目很重要。那从5个增到16个，这里面加进去的每一个国家，不但是在区域上是很强的区域性的强权而且本身呢，不管是资金还有能源，就是说资源上面，不管是这些能源还是粮食，甚至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战略管道，比如说埃及的话，这个苏伊士运河是在埃及所控制的，所以就变成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极具代表性，而且有很强的实力。所以这个6个加进来以后，就让这个金砖国家实力大振。很多国家讲就是说，光就客观的条件、实力条件来，已经超过了 G7。那而且它的代表性也比较强，比如说 G7 的话就是美国、欧洲，然后呢政治体制也是单一的，甚至说民族的文化体制也都是单一的。那它事实上它的对全球性的议题，它的代表性是比较少的。那你看 G7 来自7大洋5大洲，每一个州都有代表。那所以这一次只是第一步啦，就是说这个南非总统在宣布这一次这个扩员的成绩的时候，他说这是第1阶段，意思还有第2阶段。那这次最大的输家应该就是印度，对，因为印度本来就是5个国家里面说实话最没有代表性、最没有实力的国家。那而且本身问题也最多的，虽然它是号称最大民主，可是这个最大民主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贫富不均贪腐内乱然后呢，跟周边的国家领土纠纷印度是充满了问题的国家。那所以这一次他本来想说，我这样子的国家跟中国、俄罗斯这个南非、巴西平起平坐，是他自己很了不起的一个嘛。结果呢，一下冲进来另外一个跟他相近的国家，就把他的所谓的他的影响力跟他的地位跟他们扮演的角色全部冲断。所以呢，印度是最大的输家了。不过这次习近平在南非看到这个南非小朋友舞龙舞狮打锣鼓点对，是我们在这个南非的佛光山南华寺，我倒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去过南华寺。我当年去南华寺的时候，2个印象最深刻，到现在很难以忘怀。第一个，南华寺非常的庞大。那个寺庙在我们台湾来讲都很少那么大的寺，当然南非国土辽阔，不过那个寺是一个很大的寺。那个殿宇巍峨占地广阔。然后更妙的就是我们一进去以后有2排沙弥跟这个僧众在旁边唱佛这个梵音来欢迎我们。我们走近一看都是非洲人，都是皮肤都是黑的，穿着呢。然后呢，走近以后，他们唱的歌好像是我们中文唱出来的，就进去跟他们交谈以后，都讲流利的国语。然后我们就说你哪里学的？他说我们是在台湾佛光山留学好多年的。然后呢，还有我们一起团去，还有另外跟几个那个沙弥就非洲沙弥一谈，说哇，台语嘛也通这么厉害，不但国语会台语都会讲。所以我觉得那个介绍的那位女士讲，她说我们来自台湾的这个佛光山南华寺，来宣扬中华文化。我想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啦。这个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起我当年到那个南华寺参访的
那个观感这个好像如历历在目啊。教授怎么看说这个？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说要欢迎印度自由加入 RCEP， 可是印度的说法，他却说我跟美国是在一起的，这个是不是当中呢，可能也是这软钉子呢？如果我是在印度做这个印度的国家的战略的人我绝对不会采取他们现在这些战略，因为现在印度跟中国比，其实实力差了很多，或者说 GDP 差了5倍。对，好比说它的那个叫做 GDP 投到 R&D 就是研发的，中国是2%，它只有0.7%。AI 的专利，中国有65%，全世界65%，印度只有3%。就是说，你无论是从钱跟质量来讲，你都跟中国差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你是弱，中国是强。对。那你还要想要跟着美国去制裁中国？你看现在采取很多制裁行动，你知道制裁是一个七伤拳，什么样的人会去采取制裁？那个强的对弱的，因为即使我伤我不怕，因为我是一个强的嘛。印度刚好相反，你是弱，你怎么会去采取一个制裁七伤拳去制裁一个强的呢？那因此，印度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是尽量的跟2大强，无论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要尽量的去配合。就像他一直在中间摇摆，你不要去特别的去抵制任何，这对你是极度不利的。第二个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入金砖我相信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会研定出一个制度，不是我们在这里说我觉得你很好，他觉得很好，不是我说的一个制度，就是到底这个国家的 GDP 或是要到达多少，它跟我们金砖的会员贸易到达多少，我相信未来会定出一个制度。然后最后我一直在想说金砖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它最占优势，让人家很多人吸引大家进去的原因，就是这个整个制度是一个，这个金砖是一个尊重的、合作的、协商的，你知道？我当初看到他们说讲到这个时候，我讲出来，谁不是这样讲后来我看到一个以后，我觉得说，他们好像真的是这样。怎么说呢？如果你在商业待过的话，公司待过，你就知道那是股权讲话。那我听过一个老板讲过，说什么叫做大老板，知道吧？如果我在这个公司，我个人的股权超过50%，好比说51%，这种在商界叫做大老板。为什么这种人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今天要升这个人当经理，就是经理；我今天要把这个总经理 fire， 就是 fire。我今天给你多少薪水，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个人就有51%。那因此，在任何一个商业行为模式里面，所有的国家都希望我能够股权要变大。那你看金砖5国。中国大陆 GDP 占金砖5国的72%，你就知道它的实力有多么的大。但是在2014年成立这个叫做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时候，这个总资本额是1000亿。那如果中国这个时候要主导说，你看我在这里面占72，那我在这个里面我也应该要尽义务，我也要占72，那我就可以主导操控这整个银行嘛，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1000亿叫他出个720亿，我想也不是问题。可是在中国主导之下，5个发起国，每一个国家200亿美金。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一个所谓讲究一个和平的，让大家能够尊重、合作、协商。那因此这样子的话，大家当然会。我是一个别的国家，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在因为你的势力大来欺负我。金砖是一个大家相互尊重的。所以我认为他的势力走出了第一步，将来路途会越来越广。彬哥怎么看说拜登下一次是不是离间莫迪就是要希望可以拉拢来斗习近平，那这策略有效吗？拜登不需要这件事，因为印度本来就把中国当假想敌，所以他本来就不可能完全配合中国大陆去做。所以这一次本来有很多成员要加入的时候，印度其实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对，因为他觉得这会影响到他自己在金砖国家中的地位。那印度当然不可能完全顺着中国大陆，而且印度其实这个国家，因为他一直强调所谓的不结盟，所以他对加入所谓的世界国际的这些组织，他都是非常犹豫的。因为印度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所有的事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都会做出一些只对他自己有利，那不见得是符合其他国家利益的。那你说现在虽然他讲的还蛮让我听起来有点肉麻，什么印度的心是跟美国站在一起，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的心跟美国站在一起，请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大卖俄罗斯的石油？那你的心这个时候怎么就不跟美国站在一起了呢？所以印度的心永远是跟印度人自己站在一起。
那当然，因为金砖国家就像刚刚建党所说的，也就是大家是一个协商合议制的，所以也不是，虽然很多人都认为金砖国家的主导国就是中国大陆，但也不是中国完全说了算，还是大家互相协商。我觉得这个对世界上这些组织当然是一种典范，也就是不再像你说G7表面上7大工业国各自有各自主张，实际上基本上就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大家都完全去看美国的脸色。那现在金砖已经发展出来一个，不管在 GDP 上、人口数上，都已经凌驾于 G7之上。那未来如果能够更加扩大，而且它是采取这样合议制的这样一个状态，能够把各个国家的需求都考虑进去，然后寻求出一个对大家都好的一个决策，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好事啊。你说一时的某一些国家能够加入或者不能加入，我觉得都是一个现阶段大家彼此协商的结果。未来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不必急于一时。那但是印度特别强调的这个什么中国大陆趁人之危啊，好像中国大陆到处去借钱，到最后收债，把人家财政搞垮。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斯里兰卡。那你斯里兰卡其实印度不要忘记，中国大陆虽然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主之一，你印度也是其中之一啊。印度也占了斯里兰卡外债的5%，然后日本占了7%。中国大陆虽然占19%，可是收利息最高的可不是中国大陆，收利息最高的是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所以你说今天把一些小国的财政搞到积弱不振，恐怕不见得完全是中国大陆的问题，而是你们西方这些国家死要钱，死要这种高价利息，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最后我必须讲，印度居然还想要那个办这个集团体，还要争取非洲团结联盟加入集团体，你是糊涂了吗？非洲团结联盟到底是有什么能力能够加入集团体？然后他连一个基础的机场设施到现在都还没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要办集团体连个航班都调动不出来。我说真的，印度还是先搞基建吧。所以这可能还有很长路要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现在美国说商务部长雷蒙多呢，他访华就要到喽。那么是不是现在先来送一些礼物呢？美国媒体就谈说，中美都各自有盘算呢，主要摩擦还是在出口管制和去风险之间。而雷蒙多他是在8月27号到30号要去访华，那当然呢，就说可能会让雷蒙多在随着中国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他可能有更多的筹码，可以为美企来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那《纽约时报》也说，可是很尴尬的是，他前往中国要促进贸易，可是又限制贸易，所以也被解读说，这其实也是拜登政府他们一方面加强围堵，但是一方面呢派他去，就是要为明年的这个大选呢预留一些缓冲空间。那也传出说呢，波音将要恢复向中国大陆交付这个737 MAX 的飞机而且呢说这个是传出说中国南方航空所定的这个已经调机到西雅图的佩恩国际机场了。那当然，这是不是雷蒙多要带过去的这个伴手礼呢？好，可是拜登现在自己呢，可能要比较担心自己的状况了，因为呢，就说拜登在演说的时候，大家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华盛顿时报甚至直言说，他最近说假话的频率都大增。专家就指出说，这是不是出现了所谓虚谈症的症状呢？病人想要说故事，但是大脑无法填补空白，所以他就为了保护他自己，就开始捏造一些事情。而拜登也被挖出来说，在8月的时候，曾经对听众说到他祖父死亡的事情，目击到匹兹堡有桥垮下来。可是这些事情呢，都说并没有啊。另外是8月21号的时候，他到夏威夷，也对野火的幸存者说，他家失火，房子差点就倒了。那他的妻子跑车什么都还在里头。可是报道当中呢，只说火灾很小，只烧到厨房。而前乌克兰的检察官在采访的当中呢，也对拜登说这个爆炸性的指控。他说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因为调查这个一间公司而被解雇，但是他坚信自己被解雇是因为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他们呢受到了贿赂那还根据 FBI 的调查文件就说，拜登被指控作为这个贿赂计划的一部分被这个公司的高级管理员支付了
500万的美元。而现在呢，美国除了呢这个拜登自己的状况，还有就是军队现在说意外频传美国的军机在澳洲演习的时候，我说是坠毁了一架是载有大约20名美国海军的陆战队员的这个鱼鹰直升机起飞之后呢，没有想到就是坠毁了，所以也展开了搜索的行动。而这个美军的这个 F-18大黄蜂战机坠毁呢，军方也有证实这是在8月24号的时候是在加州说它坠毁了，那至少已经证实说现在是有飞官因此而殉职的，可是还要调查厘清坠机的原因。美国国防大学呢现在也示警说看看我们这个战力这样子，可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要开始用新的方法了吗？因为解放军很可能会使用所谓的新的 AI 技术来协助作战很可能呢就是要利用这个所谓 ChatGPT 来这类技术来帮忙作战了。而现在说是地表这个所谓最强的电磁线圈炮南华早报就指出说已经正在测试了，号称是史上最强。这款呢电磁线圈炮可以在不到0.05秒内就把124公斤的炮弹加速到时速有700公里。而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断的秀肌肉，我们看到呢是这个国际版的带货大片堪称这个骁龙，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战机他说是成为国际市场号称性价比最高的第3代战斗机了。那当然呢，现在陆媒就释出了好多个，你看到不同的视角，有第一视角第二视角、第三视角的画面就是希望说，当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买家来参加我们现在要请教的是介大使怎么看到说这个雷蒙多他现在到了访华，这是拜登其实他也在玩一种两面手法呢？对，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这个标题来形容这个雷蒙多到中国访问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正确，既要推销美国产品又要怎么样？要限制跟中国大陆贸易，所以他是2个都是他的目标。那他2个正好是2手策略，一方可以做另外一方的杠杆，另一方可以做一方面的这个施压的工具所以我觉得他去的话，一定是。威胁的口吻还会存在，可是呢，里子里面他希望多促销一些美国产品，一点都没错。美国过去最重要，在中国市场里面获利最多，对美国的这个产业影响最大就是波音科技。因为这些中国大陆事实上在未来20年有人评估说中国可能需要的民航客机大概是5000架，5000架几乎是整个未来20年市场全球市场需要的。客机的需求量的1/4。那中国大陆虽然有这个 C919不过它不是那种长程的这种跨洲之间的，它大概航程大概4000到5000公里最多了，是城际间的交通，所以比较跨洲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远程的民航机基本上世界上也只有2个公司，一个就是美国的波音，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空客。所以中国大陆把它的这个筹码压在哪一边，哪一个公司就会获胜。那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美国一直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跟这个科技制裁，所以中国大陆把很多这些对于原来还可能向波音购买的这些订单都移到空客去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对波音来讲是波音的一大噩梦。所以美国政府过去一直都在是波音最主要的国际推销员，所以也就是推销员最主要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所以雷蒙多我认为他最主要就是要去能够把这个波音在中国的市场重新打开，那这也是中国大陆可以跟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我觉得中国大陆比如说在广州的这个2家本来这个飞机因为737的 MAX 曾经这个飞机有一点争议过去曾被取消那个737的这一型的，曾经被取消它的适航证一段时间，最近才重新开放。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释放出来一些饵，让雷蒙多觉得他是有希望能够获取一些波音的订单。可是问题呢，雷蒙多也一定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贸易科技的制裁他可能要做一些
自我的约制了。那当然，雷蒙多去之前，他已经把这个原来在实体清单准备要实施在调查中的这些27家中国的厂商啊，已经除名了。所以有多人就说他已经也带了伴手礼去了。所以看起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雷蒙多去啊，双方是准备交易的，那可能会有一些成果出来。对，上怎么看说这个地表最强电磁线圈炮跟所谓枭龙这个真的是如他的所述的吗？电磁炮大概是从2次大战希特勒时代就有人在开始研究。那从我出生到今天，我听了无数次的有多好多好的远景的发展，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电磁炮有2大瓶颈，第一个瓶颈就是瞬间要有很大的电流，这个是以前做不到的，除非好比说一艘船上装的这个，除非你把全船所有东西都给它关掉了，通通给它提供它好了，那个非常的困难。瞬间如何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那个炮管的冷却，因为你要知道那个炮管不是说它速度多快吗？5马赫、6马赫炮弹出去，那个炮弹你去看它是有来复线的。因为要准，你才会要有来复线才会准。那你这个来复线，你知道在这里面唰这样子一旋转，勾着那个炮管的里面那个背，抓一出去，你就想想看，一发那个炮管会热到什么程度？你连续2发3发，炮管可能那个来复线可能就融化了，或是也暖了，就是它没有办法觅食了，它就会失去它的准头。这2个我可以告诉你，别看那么简单，一直突破不了。但是第一个。瞬间电池的，在最近全世界只有1个人突破了，是中国大陆的，叫马伟民。你 Google 看看他，你就知道他几乎是电池界的神童。这是第一个，这个解决了。但是第二个就是那个如何炮管瞬间这个冷却，我可以告诉你，我在人眼旁观，因为你打1发没问题，1发出去哇好准啊，但是你只打1发吗？你1分钟要维持几发，你才觉得这个炮火是这个有一种有威力的。如果你说1分钟打这个20发、30发，你试试看它要怎么样冷却，那个是物理的极限记号，那是物理界很难。那第二个，你看这个老美这个叫做 V22的叫做双旋翼的那个飞机，你知道，全世界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能够在原地起飞的飞机就是 V22，叫鱼鹰。为什么？它可以2个东西，它就是直升机啊，起来了之后，它把那个转还可以往后转，它就变成一个叫做旋翼机的这样冲出去了，所以它几乎就是一个原地可以起飞的。但是这2个转的太复杂了，2个直升机的旋翼，然后又要能够转，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现在最容易故障的飞机就是这一种。它从开始服役到今天出了一大堆事，日本防卫队有，那日本人说他们后悔死了买了这一型飞机。斌哥怎么看？说这个拜登的演说，就一直出现好像这个虚谈的现象大家很关注，说他身体状况是不是怎么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拜登要竞选连任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也就是因为他的年纪真的是逐年的加大，然后他经常出现这种好像不受控，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到底真的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耐？去进行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竞选活动嘛，然后他有办法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不会突然之间做出一个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的决定嘛？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考验拜登的。那当然他们现在是拼死去讲说都没这回事，这个都是，甚至有的时候就故意讲说是拜登式的幽默。那这真的是幽默吗？我有的时候看了有点紧张。对，因为你看他有的时候常自己在跟空气讲话啊，然后有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东南西北，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啊。那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这真的会对他的支持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至于说官司的部分，他跟他儿子杭特拜登其实大概从来没有停过，从以前在当副总统一直到现在，大概每隔一阵子就会有新的指控出来。那当然，以现在美国情况，其实也蛮诡异的，就是先来看福岛的核污水，美国国务院说，我满意日本的处理手法 ，IAEA 认证日本处理手法是安全的。布林肯也对日方安全、透明且以科学为基础的方式
感到满意。这是美国国务院8月26号的一个声明然后呢，日本现在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叫伊曼纽尔，他说他会在8月31号去福岛吃生鱼片。日本在走正确的道路。你们是不是接下来每个月都去，每年都去，对不对？那在抖音上面有一个网友叫 Eric， 他街访美国的民众，2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知道日本在排核污水，而另外这一个知道的这个人呢，还居然是韩国人。我们看录影带。Japan released the reactive water to the ocean? No. Yesterday? I did not. You did not release the nuclear water to the ocean? No. How do you guys watch news, by the way? How do I watch news? Yeah. Anything but CNN is good for me. Okay, what about you guys?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Okay, I mean, no wonder you guys don't know. From, by the way. I'm from Korea. Yes, I have, yes. You're actually the only one who actually heard about the news. There were like 20 people, and you're actually the first one knew, yeah. Definitely against i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people in Korea right now? They're very, not very happy about their decision, but we did do a lot of protests, but it's kind of too late because they already started the process. So. 很惊讶吧？美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在排核污水，韩国人当然反对了，但韩国总统不反对。可是你看，目前在太平洋充满了抗议声，韩国上万人上街头抗议日本，菲律宾上千人，斐济都有上百人在抗议日本那整个核污水跟太平洋的这整个流线，我们大概都知道。那日本的核污水吓坏了全球，这个被说你这个福岛干脆改为这个辐射的辐啦，对不对？那被美军炸了67次，又遇上日本的核污水，马绍尔群岛民众就担心这个悲剧重演，因为这个是在过去1946年到1958年这段期间呢，美国在太平洋南部的这个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包含氢弹试爆的核子试验，显示马绍尔群岛居民的整个这个患癌症的比率非常高，达跟其他地区比起来高了大概30%。那其实日本民众老早就在抗议，你看中国老早就告诉日本更好的解决方法，结果政府只考虑到美国的利益，这是人做的事情吗？这是人干的事情吗？我们来看一段录影带。中国を批判するような発言をしていますけど、それ間違ってませんか？中国はこうなる前から海洋放出はやめてくれと、他に方法があるだろう、それを考えようということを言ってきたわけです。アメリカの方だけ抜いて、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各位，你知道日本的外务省跟日本政府要了700亿日元，要去做全球的这个宣传，日本的排放核污水是正确的、安全的。然后呢，在日本的媒体上面，我们看到这个网络民调，其实还有将近40%的日本民众是反对这个污水排放到大海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你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叫周小平，他就提议把福岛更名叫辐射的这个福岛。而且呼吁暂停赴日旅行。那的的确确看到一些现象了。那陆客不去玩了，11长假，出现了报退团潮。那整个一些本来想去日本玩的人，现在转为观望的态度。化妆品也受到影响。那福岛的核污水排放到海里面，掀起中国的抵制潮。现在日本日货频频遭到退货。所以你看到在小红书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避雷清单啊，不买、不敢用、退货关键字都充斥了在这些电商的客服平台。所以呢，很多人其实他个人像是他不爽日本的这个排核污水，年轻的这个大陆的老板砸了自己的日料店，他不是砸别人，他砸了自己的日料店，改拆中餐厅。那福岛核废水排放的中国人，那有一个拉面店，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接到了超过1000通的中文电话来抗议他。那本来要去就是北京的日本的公民党是跟日本的自民党联合的这个政党结果临时就通知说现在这整个时机不合适，就不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普京开始在讲话了，核废水促进了中日合作这个最主要是俄罗斯想要插花中国进口这个水产，普京说要习近平改吃这个俄罗斯的海鲜那但是呢，这个他希望增加中国的水产品的出口。那因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水产品的供应国之一。事实上，在北海道很多的海鲜是来自于跟俄罗斯的购买那福岛的核废水、核污水的排放，中国表达愤怒是意在沛公。
这是一个 BBC 的这个报道，他引了一个美国的华裔的国际贸易法的专家，他说禁止日本的海产，主要原因不是针对安全问题啦，而是反击日本联合美韩针对中国的举措。这都能够牵连哦，我们蛮厉害的。然后呢，这个核的处理水入海争议延烧，恐造成美日韩阵线的破口，不是争议水，不是这个处理水不是处理水哦，是核污水。那韩国的盖洛普现在说，尹锡悦的民调现在掉了1%，比上个礼拜来到了34%。这里补充其实之前的正面的影响已经有增加，后来又掉回来所以事实上不只是少1%，事实上是掉了蛮多的。对于核污水的负面影响，恐怕整个支持度都会产生更多的影响。亮哥，我们上一节就讲到那个国际原能总署 IAEA 他有说他没有帮日本背书了，没有背书。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支持日本，这个本来就意料之中可是这个越来越像是政治性的支持了。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中国跟韩国还有南太平洋、菲律宾，大部分的民众不接受嘛，是不信任嘛觉得就是有太多的不确定风险嘛。对，我认为岸田真的是低估了，他真的以为大概就只有周边10县市的制裁了。事实上，因为福岛的位置在仙台还有东京的中间嘛，对他就想说9州啦，北海道大概是安全的，没想到全中对，而且目前这个氛围会很麻烦它可能会波及，可能会产生中国大陆的消费者的民族主义那会波及其他日本的制品，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氛围也会烧到韩国那边去所以我觉得岸田真的是错估了形势就是说他本来就觉得说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你就拿出一点钱来赔偿那个福岛周边10个县市的渔民嘛。对，我看你怎么赔他现在光是水产的出口啦，等等等，还有其他这个民族主义崛起，你看陆客大概大量减少，一定。本来旅游团他们估计今年搞不好陆客可以做到几百万人都有可能。上礼拜才开始。是啊，对，所以你现在一大堆退团，这个损失我看远远超过那个中俄啦，他有提了一个方案嘛，他说，不然你把它蒸发嘛，变成空气，那你不要排到海里。那日本就认为说这样会增加10倍的金额嘛，现在算一算它的损失可能超过10倍的金额，不止对不对？多了嘛。对，所以我觉得岸田完全失算了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在福冈那边有一个出口业者，他那边他就没想到连他都中。然后北海道的扇贝出口到中国大陆一年是430亿日元，大宗现在都不能卖对那搞不好俄罗斯接下来也会跟进俄罗斯搞不好也不进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岸田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错估了。你怎么会认为你可以这样硬挺下去，30年都会没事？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政策对，就你纯粹就这个政策来讲，而且这个是灰犀牛之前中国跟韩国跟俄罗斯就跟你讲，我们不会接受，你还真的硬干对，你并不是黑天鹅你是硬干那你就认为说大概这个决策的代价就是我就用一点钱去赔日本渔民就好了，真的是太离谱了。我跟你讲这个造成日本的相关产业的损失进口出口啦我说陆客啦等等等我跟你讲这个损失会让我觉得会让日本政府完全无法料到的损失啦。我不知道他到时候要怎么去选那个折中点啦。目前那个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已经表示说他愿意跟中国商谈。怎么谈？不知道，中国不理他。对目前第一时间中国不理他。对，他就说我们可以谈一下啦，不然我们要怎么排你才能接受之类的。那中国目前是不理他。我觉得这整个事情日本就是崇拜西方，藐视亚洲，很清楚。对了，如果美国是在他旁边看，你敢不敢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美国就不只这一个人知道了。来，舰长你怎么看？我们来看相关的研究报告。那这篇研究报告其实很久以前就推出来了。我们仔细看，当它排放之后，它的第一时间虽然不一定是到我们台湾可是它会
整个跨越太平洋，一直到哪里？一直接近到那个东太平洋，也就是美国的西岸。我们现在这一张呢，看到的是1年以后，这是2年半以后，这是5年以后，然后到了10年以后慢慢稀释啊。可是啊，刚刚那个美国国务院说很满意日本的处理的方法啊，我们10年之后看一看背景值会不会让你改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人家有做更详细的一个模拟啊。如果按照这个模拟的图啊，我们以5年做一个界限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5年的时候呢，第一个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区域？第一个是东太平洋，那第二个呢，也就是这边东太平洋的地方。第二个呢，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第二个是美国的西岸，这就是我刚刚讲的5年之后，记得不要把这句话吞回去啊。第三个，也就是墨西哥的靠太平洋的沿岸啊。第四个是阿留申群岛，就是上面这边阿留申群岛。然后第五个呢才是日本，所以5年之后，日本已经是这里面相关的受到污染最低的地方。我们现在常常看一部电视剧，看一部实境的一个影片啊，叫做《渔人的搏斗》啊。以后就没有渔人的搏斗了，你捕起来的鱼，你捕起来的帝王蟹，谁敢吃啊？以后就是什么辐射的搏斗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来看哦，如果按照这张图来看，日本现在看起来它是没办法，它非把这个水排出去。可是慢慢的，它以零为祸，就是它的零现在看起来是台湾，是韩国，以后就会变成美国。所以国务院记得你今天说的话。不过日本不是没办法，日本可以做更多的储水槽啊，日本可以让它在空气蒸发，它有别的方案，这个最便宜。日本也可以做一个阿尔卑斯水去卖啊，对不对？但是呢，来郑东你怎么看呢？其实日本的前首相鸠山呢就提出来说，其实日本东电应该采取除氚技术去处理它。对，好，那当然这个有很多技术的细节啦，或其他的选项。我觉得我比较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反应，比如像韩国，因为尹锡悦才刚跟岸田在大卫营开过会，所以他们已经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所以他的政府支持。但是现在韩国的民众有非常强大的压力，上万人上街头，有16位年轻的学生被逮捕，他们都是冲在第一线去反对的。那我们来看看韩国政府做了什么。其实韩国几个报纸，比方中央日报啦，还有这个 Korean Herald。他们都提出了严厉的警告，那就是说希望韩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平息大众的一个焦虑，因为这个里头它影响的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刚才亮哥讲到了，就是说日本的水产本身它的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去购买，比如像在丰州的市场，日本东京的丰州市场，它的那个鲔鱼啊、金枪鱼已经跌价了24%，对，是应声跌下来的。那因为中国大陆是日本最大的这个水产的出口的市场，所以中国大陆竞买当然对它冲击很大。可是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我今天到市场上去买渔产，我怎么知道这个渔产是从日本来，还是从韩国来，还是从我们本地的来？因为我们政府现在说1年以后才会到台湾啊，可是我购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所以这些韩国本地的水产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大家不敢买啊。我们在台湾马上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韩国政府的做法是说，他派人每2个礼拜都要去这个 IAEA， 就是原子能总署在东电的这个工作站去视察，去访视，然后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他也在全韩国这些所有的这些周围的渔场啊，去设置10个点去进行定期的评估，快速的让民众了解到具体的情况。我们政府做了什么？我们政府除了我们看到驻日代表啊，就帮助的驻那个我们的谢长廷先生去说这个微量元素没有微量的这些物质是没有问题，还有益健康之外，他说微量放射元素是有益健康，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政府说他之前去看过了，没有问题。之前看过，那时候还没有排放啊。人家韩国是每2个礼拜就去看一次，还有定期对我们所有周边的这些点去进行评估，让民众放心，让民众了解到我买的海产从哪里来。我们政府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具体的办法？我看政府的这个部长级官员基本上都没有讲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觉得失望，而且非常让人觉得不满的地方。政府快拿出行动，否则下一个受害的就是我们台湾的水产业。没错，这个绿营政府不断的让人失望，这又是一个例子。我们接下来看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他要访问中国，今天晚上就会到达北京，然后上海参访这些地方。那他会跟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见面。他是说他有5个议题啦，哪5个议题呢？市场准入、禁美光，然后呢，大陆突击检查美国在华公司、反间谍法、数据安全等多项美华企业关心的议题。这是美华企业吗？还是美国政府？每个人都在想跟雷蒙多交谈，甚至包含中国大陆。在这几个月访问中国所有的拜登政府官员当中，雷蒙多他可能是改善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就中美之间关系最重要的人，而且他可能会为11月份在美国举办的 APEC 领袖峰会促成拜习会。是吗？他这么伟大？那雷蒙多访华也可能有助于推进波音公司向中国交付737 MAX 客机，这个字要放大了，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啦。然后呢，这个你看到他实施整个经济的强制的措施，然后呢，拜登政府其实是2手策略很清楚。他之前也释放了一个善意，将27家的中国实体从未经核实的名单当中所删除，但拜登才刚刚签署美国对中高科技投资的这个限制令，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放软的姿态，经济强制的政策正在双重进行。我们转过来看，习近平这个参加完金砖国家会议之后呢，他直接到新疆，他去新疆做什么呢？那媒体上跟这些报道说是为了这个新疆的社会稳定摆在首位然后是在新疆停留，可是他其实是在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就是基建队基础建设的这个整个兵团建设基建队的工作汇报。那要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以稳定确保发展。那但是呢，确保发展、维持稳定的重点是要把建设做好。这些的官员都在像是比如说在这里面的中吉乌铁路、中欧班列相关的这些基础建设，所以它的基础建设其实比雷蒙多的更重要。当然，习近平先去那边，不是在这个北京等着见雷蒙多其实就相对新疆的基础建设比你美国都还要重要，还要好啦。那下一个金砖国会是谁？那克里姆林宫报优先考虑这2国。我们看到，因为已经有6国加入到金砖国家组织，哈萨克跟白俄罗斯，这是俄罗斯的观点那掀起全球供应链的变革。我们看中欧班列的强在哪里？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新疆的这个中欧班列，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来之后，中欧班列蓬勃发展。到8月18号，中欧班列已经有86条路线，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个城市，被称为钢铁驼队。哈萨克、白俄罗斯、德国都是重要的这个站点所以中国如何靠新疆优势来坐实共同市场呢？新疆抓住跨国铁路建设的机遇，扮演中国向西发展的大通道，成功的把庞大的中国经济体跟中亚地区相连接，并且进一步跟欧洲相连接。所以，如果你们看看别的国家的老旧基建呢，夏威夷的野火啦，起火的原因可能是破旧的木质铁线杆造成的电缆而且电缆还没有绝缘，所以造成的再加上野火干燥，然后呢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当地裸露在外的电线可能是最初起火的原因。现在慢慢的都了解到，全岛6万根，这个才是贸易岛。6万根的老旧电线的电线杆都是木质，而且许多已经倾斜，基础建设显然难以抵御强风。这还是靠观光赚大钱的夏威夷耶，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整个呈现的是，来亮哥你怎么看？你这个美国商务部访中的5个议题，这个是美国提出来的议题啦。这里根本没有讲到中国要提的议题啊，比如说，你对我那700多家的企业、500多个个人的制裁，你要不要取消啊？是啊，对不对啊？那我就不知道 Raimondo 怎么回答，这个没有办法回答，怎么回答？他去之前都弄了一个伴手礼嘛，就27家，只有27家，27家是根本就还没有验证呢，只是说调查中就把它移除这个实体清单，就这样而已。对。我认为非常非常困难有交集啦。
他也许对一些程序性的东西可以厘清啊，比如说反间谍法到底怎么实施啊？因为美国确实有一些企业，尤其是在上海跟北京呢，会担忧嘛。对，因为他们在做企业调查，就怕会碰到红线啊。比如据我了解，那个摩根大通在中国大陆本来聘用了200人，现在都先解散。他不敢调查，他不知道哪里是红线啊。那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企业，那中国大陆现在也开始划禁区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互相不信任啊，结果美国有那么多的企业，又在中国大陆是要了解市场或者要了解对手，都一定要做情搜啊。可是那个情搜到底是碰到了红线没有？我觉得美国很多企业真的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恐怕也会包括4大会计师事务所比如说 KPMG 啊等等的啊。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你去跟中国大陆讨论是有意义的啦。对，就是那个程序到底红线在哪里啊？我们未来怎么营业了啊？这一种啊。可是如果已经是制裁了啊，你已经给人家制裁了，那你总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制裁啊？因为美国的制裁啊，跟以前瓦森纳是不一样的。以前瓦森纳协议我们知道是直接跟军工有关，被查到证据，那个就立刻列入制裁。冷战期间，他现在不是对，他现在是怀疑你这个未来会有军事功能，他就直接把你禁了。对，华为不就是这样吗？是，对不对？他还没有发展为军工企业啊，他就认为你这个有可能会发展成军事功能。是 AI 也是嘛，航母机就这样被禁，大疆无人机也因为这样被禁，对不对？如果都用美国的想象啊，说这个未来会有军事功能，那这个问题可大了。对，那美国也有一大堆民间的公司，明显具有军事功能啊，或者有一些军事功能根本就直接来自军方啊，是啊，对不对？我以前讲过那个谷歌地球就是啊，那个苹果手机的 Siri 那也是军方的啊。从军方过来的啊，是啊，对啊，甚至包括 Triple W 也是军方的啊。对。那如果要这样扯，那美国这些企业是不是也不能去中国啊？是。所以我是觉得，重点是在这里，就是美国能不能给人家一个很清楚的逻辑，说什么样的公司会变成黑名单？对，他讲不出来啦。我觉得任意性太高了啦。对。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舰长准备了一些资料，为大家介绍中欧班列。我们来看中欧班列其实就是“一带一路”的内容了。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如果以前没有中欧班列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打通从中亚到欧洲的这一条铁路的话它要从当然要从上海出来，过南海，然后进入到了印度洋，然后再从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一不小心还被堵到了，然后呢再进入地中海，再这样绕出来，这个时间到底是多久啊？我这里偏偏有一个资料如果说现在走中欧班列它的时间是16天，从重庆出发。如果从成都出发呢，它是15天。可是我们刚刚讲从上海出发，我讲说，到达地点都是德国汉堡那如果说从上海这样子，我刚刚讲的，从海上这样子绕来绕去，晃来晃去，到达汉堡的话，41天，要41天。如果我们看一看16天跟41天，你是厂商，你会选哪一种？而且那个在海上，它的危险的可能性比较高。我们最近才看到一个 YouTuber， 他是一个船长，他的货柜就在那海上摇摇晃晃，风浪大，货柜直接落海。那当然这些都是有保险但是事实上来讲，你能不能准时交给客户，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中欧班列呢，它这样子转经过了中亚中亚是不是未来会变成金砖国家的重点之一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现在当下的金砖国家是橘红色的哦。那个这一次核定在2024年1月1号加入的是墨绿色的，黄色的地方是正在申请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大陆关系相当友好的东盟，现在都在申请，不管是印尼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都在申请。这一次的主轴其实是在中东，因为中东新加入的国家最多。但是我们看一看，以现在来看，金砖这些国家哦，它虽然它的 GDP 只占了全世界的29%，可是它的人口占了46%啊。那这一次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有俄罗斯的关系，它的油的那个油质产品43%，未来加上中东这些国家呢，是不是会变得更高啊？那这是我们要想到的哦。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那个上合组织比对一下，有多少是吻合的。所以美国这么怕是有原因的。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欢迎回来，我们最后一段请郑东教授再评论一下雷蒙多访问中国大陆吧。好，雷蒙多会是在 APEC 高峰会之前，美国内阁级官员最后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那他的访问也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他可以说是这几波人里头，他是最旗帜鲜明的所谓的鹰派。对，那么这个鹰派的商务部长跟过去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以往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主要是在军方。那么这个相对来讲，像商务部，因为是双方互利的这个一个纽带，所以商务部过去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善的。那雷蒙多很显然，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当然也可以说是延续了川普时代以来对中国大陆采取贸易制裁的这个一贯的路线。但是呢，我认为这次有2点不一样。第一点是什么呢？雷蒙多在出发以前，美国对大陆采取了2个友善的行动。第一个就是他把27家企业移出了他的所谓这个未经检验的这个实体。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延长了这个所谓双方的科技合作的这个协定，延长了6个月。那这6个月之间，双方要重新起谈。那这个协定其实中国大陆也非常看重，美国也非常看重。美国已经认识到说，这个跟中国大陆的科技合作是有助于美国的科技发展，